朋友不听劝，7年前1200万买的商铺，空置了大概6年的一个时间，从100万房租从100万降到了20万，依然是整整6、7年的时间，无人问津呐，无人承租，真的是每天以泪洗面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江城武汉，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就是武汉市江岸区花楼街滨江一个区域，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周围的一个环境啊。这边这个方向过去就是武汉第一步行街江汉路步行街。然后这边就是武汉的轮渡码头，看一下轮渡码头，来来往往全部都是坐武汉轮渡的人啊。整个的这一块区域每天的人流量，包括坐轮渡，包括逛江汉路步行街的，应该都是几十万人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带大家看一个这个区域，然后2013年吧，应该是6、7年前，香港的李嘉诚先生在武汉开的一个商业体项目，就是商业项目啊，就是咱面前这个，看一下面前的现状，真的是让人不敢相信，这武汉这么核心的内环的黄金的位置，一排排商铺全是关门倒闭啊，10铺9空。这很多铺子应该是整个的交付之后就根本没有租出去，全是关门的一个状态。整个的这个商业项目应该是2013年李嘉诚先生在武汉开发的啊。然后呢，他是05年拿的地，05年大概10来个亿吧，16个亿拿的地，将近在这边空置了，就是搁置了，就将近快10年的一个时间。2013年才开发，然后2014年呢也正式的对外开售啊。看一下这边全部都是大门紧闭紧锁啊，这个铺子起码有几百个平方啊，这就这么大的铺子，无人问津的。这上面还写着什么汇聚八方人气，这人气也没汇住呀。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实在是太优越了，就刚才咱们说的江汉路再加上轮渡，所以说当时在2014年开盘的时候，包括它整个的咱面前这种铺子商业项目，包括它的这种后面开发的这种住宅楼卖的特别火爆啊，整个咱面前这种铺子真的是全城轰动，全城疯抢啊。武汉的富人们当时是特别看好这个区域的这个项目跟商业项目了啊，想着买这一个铺子肯定都是躺在家就能数钱了，搞一个一铺养3代啊，所以说当时真的是你想买铺子，你还要找关系，还要排队的那种情况。当时呢，2014年整个的就这些铺子对外出售的时候，售价也是非常的高啊，每平方可以达到4万到6万啊，最贵的是6万一平方。咱面前这种铺子它有大的也有小的，你像小的都上百平方、2、300平方，大的甚至上千平方啊，真的是就是想买一个铺子，前期的投入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啊。当时真的是抢疯的一个状态，包括后面的这些住宅啊，在当时2014年的那个开盘的情况下，也算是武汉的一个富人区吧。当时的售价应该是比武汉天地还要贵，售价将近2万7，当时武汉天地才卖2万4啊，他这边的房子都卖到了2万7一平方。蛮多的老板投资这个项目也是算了一个账啊，自己算的还是蛮明细的。隔壁的你像江汉路步行街1平米可以租个300来块钱，这个位置再差也能跟它齐平吧。所以说你像买下一个300来平的这个铺子，基本上年租金都能收回个100来万，基本上10年时间就可以回本了啊。到2014年交付之后，整整到现在将近7、8年的一个时间了，他们很多的商铺就跟咱们眼前这种状况是一模一样的，根本就没有租出去过，连动都没动过。然后房东们最后也没有办法将铺子的租金也是一降再降啊，从原来的预期的300多平降到60、70块钱一平，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说的300平买了一个铺子，然后1年本来能租100万的，现在也顶多1年租个20、30万。假如投资1200万买的一个商铺，要多少年才能够回本？真的是遥遥无期的一个情况。这种情况还是你在铺子长期有人租，一直租下去没有空置的状态。但是呢，咱面前这些铺子很神奇的一个是，大部分90%以上，它都是将近就是租出去过一下，或者租出去过1年，或者租出去很短的一个时间，然后就一直空置了，空置6、7年的。所以说呢，后面就有蛮多的老板嘛，投资这种商铺的老板全部都后悔了。如果当初拿着买商铺的钱1000多万来买个武汉的住宅该有多好，多买几套房子该有多好。因为那个年代武汉的房价最高也就是9000、1万2左右，放到现在随便一个区域2环或者是内环的一个区域，现在都涨到3万多，早就赚几百万上千万盆满钵满了。但是呢，当时的选择就是买了这些铺子啊。另外一个就是咱面前这些铺面大大小小的铺面这么多啊，它基本上没有开发商统一运营了，都是基本上2014年之后直接卖给个人之后，个人自己来运营，自己来招商啊。它跟其他的商业体很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一点，要是个人来招商，那难度就非常大了啊。你要是统一运营、统一招商，比如说招一些大品牌，招的肯德基、麦当劳或者是什么的过来，再吸引其他的商家或者商铺就非常简单了。但是如果你自己吃到手里，自己去招商，那内卷的竞争都会非常激烈。每一次呢，我们聊天吃饭，基本上说起这段经历，说起这个投资项目啊，朋友都恨不得就是啪啪的扇自己几个大耳光。但是呢，哎呀，悔不当初啊，世上没有后悔药呀。之前我们一直在说嘛，一铺养3代，然后买一个铺子就可以躺在床上，然后每天就可以数钱了，每天一醒来都是钱。但是呢，现实的情况却真的是让我们啪啪打脸啊。
所以说呀，大家投资一定要谨慎啊，投资一定要谨慎。这些年呢，一定要把钱还是捂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才是最安全的。